却又惊雷起。常言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金戈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红辉啊，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。大将军，这条路卑职非常熟悉，肯定没错。驾！大将军，大将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大人，我和王孝杰的矛盾是从大军的军粮、被俘转运开始的。哦，自从战役开始以来，卑职日夜率衙署为大军筹集军粮、被俘而忙碌着。这一点，大人可以问问崇州的军曹、粮曹，便知端地。然而，军粮运去了一次又一次，被俘也是如此。卑职记得，总共转运了70余次。 70余次，正是。 1个月之内，竟转运了70余次。是的。当时卑职觉得非常奇怪，每次运去没多久，王将军便又催人来要，军粮也就罢了，10万大军每日的军催耗费多广，这卑职能够理解。可是被俘呢？连被俘也是如此啊！卑职算过，从卑职手上转运的被俘，便够30万人使用。30万人，正是。卑职几次写信向大将军询问此事，然他在回信中口气却非常强硬，说这是大军所需，不需多问。卑职没有办法，便暗暗命人前往军前查查，发现大将军王孝杰
将我崇州转运的军粮被俘，暗暗地转到了东峡石谷以西平山的一个山坳里。啊，有这等事？正是。后来，卑职派人在山坳中等待，果然，第5天，来了一个白衣蒙面人。哎，啊，来了，快！苏将军，您来了，赶快装车吧。动手！这些人把粮草被俘装上马车，便向正西方向驶去。正西，那应该是契丹的地界呀。正是。你刚刚说到，领头的是一个穿白衣的女子。探马是这样说的。好，如燕啊，你方才也曾说到，在贺兰驿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与官军在一起。就是挟持我的那个女人。当时探马向我禀报之后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写信询问王将军，没想到招来王将军严厉的申斥，说我私派探马刺探军情是大罪，还要我守口如瓶，如将此事说出，影响大军作战，便是抄家灭门之罪，并要我继续转运，不得多事。后来天气逐渐转冷，大军仍然按兵不动。当时卑职心里非常着急，经过数十次转运，崇州已是异常空虚，大仓中连1粒粮食都没有，被俘更是早已倾尽。我写信给大将军，问他何时才能展开决战，催得急了，他回信说正在等一支骑兵。是啊，他在等赵文慧那支部队借道突厥，绕道敌后，形成合击之势。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然而当时的情形却异常严峻。我连发了10几封唐报，向朝廷陈明崇州危困和转运艰难，恳求兵部暂令大军撤回，等来年开春之时再行决战。可是王孝杰在兵败之后据表朝廷，说他也写了10几份唐报，要求朝廷同意他将大军撤回崇州。大人，这不可能啊！为什么？那是兵败的前3天，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一封信，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，赶快返回崇州，与卑职同舟共济，协力守城。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，他说已受兵部严令，绝不退兵，让我继续转运。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，经过70余次转运，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，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？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、被俘一并抢来吧？是啊，越是大军征战，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。是啊，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，请他立即返回城里。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，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，当众羞辱了卑职。哦，当时卑职义愤之下，行为乖张，将那军官捆绑起来，发回军前。原来是这样。是啊，大帅，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，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，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，以崇州危困，无力供养大军为由，不让主力进城。末将不信，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，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。末将率军赶回，邱大人二话没说，大开城门，将右营接进城中。于是末将便派人前去传信。可信未传到，主力便全军覆没。这王孝杰为什么不肯回军呢？直到现在，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12月22日，
也就是大军兵败的前一天夜里，卑职抓到了一名奸细。什么奸细？此人名叫陈有龙，身手非常矫健。他翻山越岭来到崇州城西，攀爬绝壁，换城而进。然而当时城中戒备异常森严，他刚一进城，便被禁营的密探张康盯上了。张康并未打草惊蛇，而是尾随他来到了城里的悦来老店。到了半夜，王大将军府中的孙副将悄悄来到店里。孙副将走后，张康向卑职禀报，卑职立刻率人抓捕陈有龙到府。然此贼甚为彪悍，言行之下竟抵死不说。卑职觉得事有蹊跷，便马上派人赶往大将军府抓捕孙副将。不想孙副将却连夜出城，第二天，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无凭无据，卑职不敢滥言猜测，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凑巧。头天刚刚抓到奸细，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。此事确实非常凑巧。那奸细陈有龙呢？又微微败军，退回崇州。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攻城，当时的情形异常危急。卑职命崇州城内所有男子全部参与守城，大牢中的狱吏当然也不例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陈有龙趁着无人看管，潜出牢房逃走了。那个孙副将呢？末将该死，率军哗变时，杀死了这个孙副将。所有的知情人非死即逃，看来此事已成悬案。都怨卑职疏忽大意，让那奸细逃走了。否则……好了，此事也不能全怪你。契丹攻城形势紧迫，你这样做也不能算错。谢大人体恤下情。恩师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明日我们再谈啊。曾太啊，在，请二位到西跨院休息。是。二位请。在这整件事情当中，有什么是我忽略的呢？
他们都说我是傻子。干什么呢？啊，那个大汗又大喊大叫，我们跟他逗着玩呢。大汉呐，你还好吧？他没什么事。李总管，李将军的药来了。赶快喂吧。是。李春呐，哎，老爷，最近大憨还好吧？他呀，整天除了睡就是吃，要不就大喊大叫的。哦，哎啊，哦，是，去吧。哎。哎，大汉，快来帮忙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2天府里房子有些紧张，我搬来和你一起住。好，紧张。哎，大汉，你怎么哭了？没哭啊。你脸上还有泪痕呢。困了。啊，困了，早点睡吧。哎，早点睡。看你平时挺聪明的，怎么到关键时刻那么傻呢？你为什么要扑上去？为什么？因为是他说服了邱静、李凯固进城来见我。叔父，危难时刻，李元芳是绝对不会丢下朋友，独自逃命的。而且，他知道这2个人在本案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。元芳啊，忠义之士啊，他跟了我这几年，我从没有给过他什么。可是每一次出生入死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元芳，我对不起你呀。那个王小姐，这是罪大恶极。律师，邱静和李凯固都安排好了。但是，学生刚刚仔细想过，邱静所言每一步都若合符节，没有丝毫破绽。我想世上恐怕不会有人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谎言。因此，学生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。汪小杰是皇上亲手提拔，是他的心腹爱将。我虽然早就知道此人性情乖僻，桀骜不驯，但毕竟是一员沙场宿将，
想当年平突厥克吐蕃，战功赫赫。可是谁又能想得到，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此事背后恐怕不止王孝杰一个人呐。你说的很对。那个奇袭贺兰义的白衣女子，那个假扮李凯故的高手，那些频频出击、行动严谨诡秘的紫衣人，还有神秘消失在突厥境内的赵文辉大军，这一切都说明，此事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支持，甚至还有第三股力量。第三股力量？我们将整个事件连接起来，从邱静、李凯故的叙述，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：此事从一开始便是王孝杰和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，与契丹贵族李进忠相勾结，展开的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战役开始，李进忠连战连败，致使朝廷上下对此役充满乐观，以至于不加详查。就在此时，第二股力量派出骑兵强占贺兰义，劫夺唐报，以假换真，蒙蔽朝廷。而王孝杰率大军突入东峡石谷，与李进忠达成同盟，将10万大军拱手送与敌人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如果说我们的大军因为天气寒冷而无法坚持，乃至丧失了战斗能力，那么契丹人呢？他们被王孝杰围困于峡谷之中，情况岂不是更加困难？怎么会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强大的进攻，以至于将我右卫卫10万大军全部歼灭？我明白了，王孝杰将邱静转送给我军的粮草被俘送到了契丹，这才使契丹军队安然过冬，从而积蓄力量，等待最后一战。可怜邱静还蒙在鼓里，1个月之内竟然转运了70余次。他哪里知道，他是在为双方近20万军队提供物资。这个王孝杰卖国卖家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而将大军物资转运到契丹军中的，正是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。此事每一步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啊！兵败前一天进入崇州的那个奸细陈有龙，就是想将总攻时刻通告给王孝杰，可是没有想到却落入了邱静的手中。恩师，这个奸细为什么不直接去军中面见王孝杰，而要绕道崇州呢？目前一切都没有证据，只是推测。你知道两军阵前防守的是何等的严密，一个递送情报的奸细是很难进入军中的。对对对。于是他便绕道崇州，将消息告诉了孙副将。孙副将便连夜出城报告王孝杰。第二天清晨，契丹人的总攻便开始了。非常合理。兵败之后，王孝杰为了脱却干系，灾害邱静，派王铁汉送唐报进京。在唐报当中，他将邱静所发的10几份告急唐报说成是他自己所发，又声言自己早就想撤军，但是得不到兵部的答复，从而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卸到旁人的身上。而后他又暗中通知白衣女子，让王铁汉看到贺兰义被袭，所以便有了贺兰义中追杀王铁汉的那一幕。
但是他们非常明白，绝对不能杀死王铁汉，一定要让他活着见到我，说明情况，这样才会令我先入为主，相信王孝杰所说的一切。在戏做足之后，白衣女子便放了王铁汉一条生路，而这些人对我们非常了解，他们知道如燕是何时到达永昌，于是便将王铁汉打伤之后扔在了如燕必经之路的道旁。如燕，是这样吧？听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样的。当时王铁汉就昏死在路边的草丛里。咦，小姐，草丛里有个人。啊？怎么了？小姐，那儿有个人。还有呼吸。哎，你醒醒！哎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儿有个招蚊袋。看了唐报以后，我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。是啊，为了让我相信这份唐报的真实性，他们假戏真做，袭击了曾泰和你，也袭击了我。于是我便进宫面圣，具奏此事。皇上下旨免去了王孝杰兵败之罪，而崇州刺史邱敬则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替罪羔羊。然而他们深深地知道，一旦邱敬进京具奏此事，那么王孝杰必将暴露。于是王孝杰派官军化妆之后劫杀邱敬，不想却被李凯固所救。惊慌之下，王孝杰派大军进山追剿，妄图在我们来之前将邱敬、李凯固二人杀死灭口。然而随着我们私访东柳林镇，随着朱峰、宋无极的被俘，随着元芳和如燕暗探贺兰义，事情的真相慢慢地浮出了水面。今日王孝杰与我的一番谈话，使他感到事情更加的不妙，而恰在此时，他得到了元芳和邱李二人暗入崇州的密报。惊慌之下，王孝杰带大军赶到客店，不顾一切杀人灭口。全明白了。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。是谁将我们暗入崇州的消息密报给王孝杰？正是，此事定有蹊跷。恩师，您刚刚说的第三股力量是？你忘了赵文慧？不错。赵文慧率大军借道突厥，迂回契丹背后，却在出发后2天断绝了消息，自此神秘失踪了。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件呢。我们来做2种假设。第一种，赵文慧部在迂回过程中遇到了类似沙暴之类的异常天气，全军覆没。这种情况以前是发生过的，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，那么他们的尸体现在应该已被发现，可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丝毫的消息。恩师，那第2种呢？第2种就是赵文慧的大军被一支神秘的部队伏击，以至于全军覆没。恩师，您说这支神秘的军队是突厥人吗？吉利可汗的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。
是契丹人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赵文慧所部共2万余人，能够消灭他们的，一定是一支主力部队。而契丹军队总共不过10万余人，全部在东峡石谷之中。你想想，他们怎么可能组织如此巨大的力量去消灭赵文慧呢？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那么歼灭赵文慧的不是吉利可汗，也不是契丹人，是不是第3股力量？不错。因此，我敢断言，兵败东峡石谷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开始，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。而今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尽快取证，查出内奸，得知他们下一步行动计划，从而破获逆党，保关河安定。曾泰，在。明日你去刺史衙门，仔细查阅战役期间的各库档案，查证邱敬今夜所说。是。还有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发现奸细的密探张康，向他仔细询问奸细陈有龙的情况。请恩师放心。明日如燕和我带8大军头到平山西坳去探查一番。平山西坳？是啊，就是邱敬所说王孝杰囤积大军物资，提供给契丹的那个山坳。证据确凿之后，就要开始对王孝杰展开讯问。王孝杰此人性格乖张，行事孤僻，这在朝中是出了名的。我想，恐怕此事会非常的艰难。老爷，大将军全善才现在门外，说有急事求见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大将军，请进吧。大帅，王孝杰率队叛逃，投奔契丹。什么？正是。2个时辰之前，他率卫队叫开崇州北门，出城向西而去了。莫啜太子到。父亲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事非常奇怪。大周朝廷来的底报上说，上个月向我们借道演进的赵文慧部，消失在我突厥境内。这怎么可能啊？3日之内，这已是大周方面来的第5份底报了。看来那边很着急啊。父亲，那我们怎么回答呢？此事有些蹊跷，你立刻知会大将军达勒哈，共同查查此事，一定要快。是，孩儿马上就去。怎么样，太子殿下？果然如你所料，大周天子的禀报已到，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。此事一发，我相信你父亲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。哼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。
驾！就是这里了。叔父，王小杰的事儿怎么样？哦，派出的几路追兵都没有追到，看来他是有人接应啊。这个奸贼！好一个隐蔽的所在啊！难怪王小杰将转运给契丹的物资都存放在这里。就是，也亏他们能找到这种地方。哎，向导啊，这里离东峡石谷有多远？哦，大约100多里。哦，先生，不是我说你，您怎么想到这个地方来了？这儿虽然离崇州不远，可已经是契丹的管境，万一遇到契丹的骑兵，那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叔父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此处正是邱静所说王小杰囤积转运物资的所在。好，走吧，如烟，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。好。如烟呐，从这2条车辙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，就是在这里将物资装上马车，然后沿着这条路向正西，将物资送给了契丹大军。哦，这个王小杰，真是罪大恶极。这条车辙怎么会是向东的呢？叔父，怎么了？契丹大军是在正西，可这条车辙为什么会向正东呢？向东？哦，向导啊，哎，先生，这里向东是什么去处啊？哦，是青石谷。哦，如烟，你让张环他们将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，全部带回崇州。好。大家把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，全部带回崇州。是。曾大人，没错，战役期间经卑职之手的转运达71次。好，抄录3份。是。大人，您看，这里有所有被俘转运的数量，一共是37万件。您看，你们认为邱静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不瞒大人，邱大人可是少有的好官呐，
他施政宽松，体面下情，身形巨正，刚直不阿。记得在转运期间，他直面大将军王孝杰，不屈从淫威，敢替崇州的百姓说话，老百姓可是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啊！大人，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。这四周的悬崖可真是又高又陡啊！是啊，还有几十丈高呢。杨芳，啊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。是。哎。你慢点。哎。费了半天劲才爬上来，可看不见谷底啊！好好，一会儿我们就下去。哎，别，你还是看明白再走吧。哎，先生，契丹人，快蹲下！怎么了，叔父？刚才这些契丹人怎么会说突厥话？啊？契丹人说突厥话？不会吧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，叔父？向导啊，这条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？先生，您刚刚问过了，再往东100里就是青石谷。如烟啊，走，去青石谷。啊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